我们以为的虚空，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它不是一片死寂的空白，而是一幅精密运转的巨大画布，隐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真实宇宙。就在那片看似寂静无声的黑暗中，正发生着各种我们肉眼无法察觉的活动和现象，才构成了宇宙最深层的存在。当人们谈起太空时，往往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幅黑暗、寒冷、死气沉沉的画面，仿佛那里没有空气，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就像一个永远沉睡的巨大空间。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一种我们基于直觉而产生的简化认知。然而，当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真正去审视宇宙，就会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太空不仅不是空的，反而是一个充满各种粒子流动、电磁现象和引力相互作用的动态舞台，充满了科学家们仍在努力揭示的奥秘。实际上，就连我们头顶上方几百公里的太空，也就是地球大气层之外的区域，都不是空无一物的，那里布满了高速运动的太空垃圾、微小的尘埃粒子，还有从太阳不断喷涌而来的高能粒子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太阳风。这些微小但活跃的成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与危险的环境。随着我们的探测器和望远镜逐步推进，从地球轨道延伸到太阳系的边缘，再延伸到遥远的星际空间，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原以为是空无一物的区域，实际上充满了复杂的结构和不断变化的能量活动。看似宁静的宇宙深处，正在上演一场永不停歇的自然剧场。接下来的视频将带你深入了解那些看不见的太空成分，它们不仅无处不在，还在悄然塑造着我们宇宙的面貌。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些物质为何如此关键，它们如何影响科学、通信，乃至我们的未来太空任务。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将看看未来的观测与探测任务如何揭示这些隐秘结构的真相。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启程，穿越这片虚空的表象，去发现那些藏在黑暗之中的宇宙真相。当人类第一次踏出地球，进入轨道时，那个太空是空的迷思便迅速瓦解。宇航员们发现，地球以外的空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平静，那是一片充满挑战、变化莫测的领域。以国际空间站为例，它在距离地球表面约400公里的高度绕行，这个高度已经超出了大气层的 99% 以上。虽然离地球并不算远，但这里的环境早已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蓝天白云。不过，这片区域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天空荡荡。实际上，空间中充斥着大量看不见却威力不小的微粒，随时可能对航天器造成潜在影响。从脱落的火箭碎片、老化卫星残骸，到细小的油漆屑和天然微流星体，这些物质正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在轨道上飞行。别看它们微小，但动能惊人。一旦撞上航天器，后果不堪设想。当这些微粒穿越大气层，我们在地面上看见的就是美丽的流星划过夜空，但在太空中，宇航员们却能从空间站内隐约听到外壳被细小粒子撞击时传来的哒哒声。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在这寂静的高空，危险也无时不在。低地球轨道如今已经成为了一条太空高速公路，交通繁忙，各类卫星、空间站、碎片彼此交错飞行。在这片区域，真正的挑战不是找到空地，而是避免碰撞。一旦飞越了这片由碎片构成的低轨道区域，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更为广阔但同样活跃的空间，那里弥漫着一种看不见但威力巨大的流动。太阳风，这是一股由太阳不断喷射出的高能带电粒子组成的等离子流，像无形的风暴一样在整个太阳系中传播。这些不断扩散的带电粒子最终在太阳系的边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泡，我们称之为日光层。
它就像是太阳的能量外壳，将我们的行星系统包裹其中，抵御来自银河系深处的宇宙射线与外部物质的侵扰。然而，这种所谓的太阳风并不总是平稳和可预测的，它的速度、密度和方向会受到太阳表面活动的影响，呈现出剧烈的波动性，就像一阵一阵不可控制的宇宙气候。当太阳活动异常剧烈时，就会形成被称为太阳风暴的剧烈爆发。这些高能粒子不仅会干扰轨道上的卫星信号，造成通讯中断，甚至有可能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对其内部仪器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对于执行深空任务的宇航员来说，这更是致命的隐患，需要特殊防护才能保障安全。因此，如今的航天任务中，监测和预测太阳风的强度与走向已经变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科学家们使用专门的卫星和探测器来实时分析太阳活动，就像气象预报一样，为宇航员和卫星运营商提供关键的太空天气预警。继续向外探索，我们最终会抵达太阳风能够扩展到的最远边界——日球层顶。到了这里，太阳风的速度和能量已经大幅衰减，开始与银河系的星际介质发生交汇。这就像是一道看不见的边界，标志着我们太阳系统的领土逐渐过渡到银河的广大腹地。而正是这个神秘的区域，如今正被两个传奇探测器航海者1号和2号所穿越。它们是人类有史以来飞得最远的航天器，如今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星际空间，向我们传回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这也意味着人类首次能够实地测量恒星之间广袤空间中的环境，而不是仅靠推测与间接观测。换句话说，航海者任务让我们从遥望宇宙迈进了触摸星际的新时代。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片被称为星际空间的地方并不像我们过去以为的那样空旷死寂，它实际上充满了稀薄却活跃的物质，甚至还有隐藏其中的磁场和能量波动，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宇宙的演化进程。所谓星际介质，实际上是一种极其稀薄但遍布广袤空间的复合混合物，它包括氢气、氦气、细微的尘埃颗粒，还有错综复杂的磁场。这些成分共同填补着恒星之间的空白，就像看不见的线条，把整个银河系连接成一个动态网络。虽然这些星际物质的密度远低于地球上最稀薄的空气，每立方厘米甚至可能只有几个原子，但它们的作用却举足轻重。正是这些稀薄的成分，在悄然决定着光是如何传播的，恒星是如何诞生的，甚至主导了整个星系从诞生到老去的演化路径。从地球近轨道到太阳系的最外沿，再延伸到真正的星际空间，人类的每一次突破都像是撕开宇宙的一个新角落。每向前推进一小步，我们就能发现更多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现象，仿佛宇宙在不断用自己的方式对我们说，还有更多等待你发现。无论是高速运动的基本粒子、隐形的电磁场，还是来自遥远恒星的辐射，这些在过去看来几乎无法触及的存在，现在正一点点被人类揭示。它们不仅存在，而且彼此交织成网，共同塑造着宇宙这幅宏大的图景。虽然在显微镜下都难以看清的星际介质，乍看之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的作用却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它就像宇宙中的呼吸系统，调控着星辰的生死轮回，也左右着星系间的物质流动和结构演化。构成星际介质的主角是氢，宇宙中最原始也是最丰富的元素。但这并不是全部，它还包含一定比例的氦、细微的尘埃，由恒星核聚变产生的重元素，甚至还有能穿越银河的高能宇宙射线，以及呈网状分布的复杂磁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混合交响乐，但它的旋律却在整个宇宙中回响，哪怕是在看似空无的宇宙深处，
每立方厘米中可能只漂浮着区区几个原子，但就是这些孤零零的粒子，悄然影响着光在太空中如何弯曲与衰减，恒星如何在尘埃云中孕育，以及银河如何形成它独特的螺旋臂和结构。其中一个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所谓的星际红化现象。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本该是明亮洁白的恒星光，穿越星际尘埃时被散射与吸收，从而呈现出略带红色的模糊轮廓。这就好比阳光在黄昏时变得温暖橙红，是因为大气中颗粒改变了它的路径和颜色。为了能看清遥远宇宙的真实面貌，天文学家们必须对星际红化进行校正，就像摄影师要在拍摄前调整镜头的色差一样，科学家们也要通过复杂的算法还原恒星最初发出的光，这样才能准确分析它们的成分、温度甚至年龄。如果忽视了这些尘埃与光的相互作用，那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将会大打折扣。比如一颗看似年老暗淡的恒星，可能只是被尘埃遮住了脸；一个看似扭曲的星系结构，实际上可能只是被星际介质造成了视觉误差。科学的视野若不被校正，就可能让我们读错整本宇宙之书。更有趣的是，那些让星光变暗的物质，像是宇宙中的尘埃云和气体团，本身其实就是孕育新恒星的产房。它们并不只是遮挡，而是在悄悄筹划宇宙的新一轮辉煌。当这些宇宙中的气体和尘埃积聚到一定程度，重力就会将它们逐渐拉拢、压缩，形成越来越致密的核心。随着温度升高，最终会点燃核聚变的火种，一颗新星由此诞生。这就像宇宙在黑暗中悄悄怀胎，一旦时机成熟，就诞下灿烂的新光源。恒星的一生像是一场循环剧目，它们从星际介质中诞生、燃烧、成长、衰老，最终爆发或冷却为白矮星、中子星甚至黑洞。而在它们生命终结时，会将元素重新释放回星际空间，为下一代恒星和行星提供原材料。这是一种宏大的宇宙循环，一场星辰之间永不停息的物质接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太空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容器，它更像是一台巨大的宇宙发动机，时刻在进行着分解与重建的循环。旧的恒星熄灭，新恒星诞生，物质在其中流动转化，构建出我们眼中美丽又神秘的宇宙图景。有趣的是，我们的太阳系此刻正穿行在一片被称为局部气泡的区域中，这是一个低密度、温度较高的星际空间。科学家推测它是数百万年前数颗超新星接连爆炸形成的空腔，就像宇宙中留下的一串历史伤痕。而我们正悄悄穿过这段星际的古老记忆。这个局部气泡不仅仅是太阳系的临时住所，它实际上对太阳风的扩散路径、日球层的边界形状以及星际介质的入侵程度都产生着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它像一个中间地带，缓冲并塑造着太阳与银河之间那看不见的界限。然而，太空的边界并不止步于银河系的尽头。实际上，当我们放眼更远的深空，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庞大而复杂的宇宙结构图，远远超出了任何单一星系所能定义的范围。曾几何时，科学界普遍认为星系与星系之间的空间几乎是完全空无的，但最新观测发现，这片星系之间的荒原其实充满了极其稀薄的弥散气体，它们如同一层极淡的宇宙薄雾，在浩瀚的太空中悄然铺展，连接起各个孤立的星系。这些分布在星系之间的弥散气体并非随机漂浮，它们沿着看不见的巨型蛛网排列，这些细丝状结构将成千上万的星系连结成一个庞大的宇宙网络，也被科学家称为宇宙网。这是目前已知宇宙中最大的结构，它不仅决定了星系的分布格局，也构成了整个宇宙演化的骨架。这些宇宙细丝不仅是连接星系的桥梁，更像是营养输送管道，
它们源源不断地将富含氢气和其他元素的原始物质输送到星系中，就像河流滋养着土地，让星系得以持续成长，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新恒星。而那些看似最空旷的地方，宇宙细丝之间的空洞区域，也并非完全空无。即使在这些极端稀薄的空间中，依旧可以探测到微量的氢原子、磁场波动，甚至还有遥远宇宙早期留下的微弱能量残响。这些空洞区域中虽然极为稀疏，但依然潜藏着重要的宇宙信息。我们在那里探测到稀薄的氢元素、隐约的磁场，还有一种极其古老的辐射信号——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道微波余晖来自宇宙大爆炸后的最初时期，是整个宇宙中最古老的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宇宙起源的第一手证据。如今，随着天文技术的飞速进步，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够捕捉这些微弱结构的高精度仪器。现代太空望远镜与深空探测器正在绘制一幅前所未有的宇宙地图，就连最细小的气体丝、最轻微的磁扰动，也难逃他们的眼睛。例如，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以及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等先进仪器，已经能探测到最微弱的气体在穿过星光时留下的光谱指纹。这些细微的变化为我们揭示了遥远星系间的物质流动、气体分布以及宇宙结构的形成机制。与此同时，在更靠近太阳系的前沿，像 IBEX 星际边界探测器和即将发射的 IMAP 星际测绘与加速探测器，这样的任务正专注于描绘太阳系外壳、日球层的具体形状，并研究它是如何与周围的星际介质发生作用的。这就像是在绘制一张太阳系的护盾地图。随着这些观测数据的积累，一幅曾经模糊不清，如今越来越明晰的宇宙画卷正渐渐铺展在我们眼前。我们开始理解，看似混沌的宇宙空间其实拥有高度结构化与规律性的本质。原来，在星系与星系、恒星与恒星之间，那些我们曾误以为是虚无的空间，实则是一个动态的舞台。无数的粒子、磁场和能量在其中奔涌不息，为宇宙注入持续的活力。我们眼中那片黑暗不是空白，而是被各种看不见的物质、辐射与能量填满。它们或许肉眼无法察觉，却在静默中影响着星系的分布、光的传播，乃至时间与空间的演化轨迹。了解太空中到底充满了什么，并不只是学术圈里的纸上谈兵，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技术发展、航天任务的安全，甚至影响着未来人类能否在星际间生存与迁徙。换句话说，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研究，其实在为我们打开通往更深宇宙的现实之门。它们不仅帮助我们设计更安全的航天器，还让我们预测宇宙天气，规避风险，从而真正实现跨越星辰的壮举。在浩瀚太空中，哪怕是一粒小如沙尘的微粒，当它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高速撞击航天器时，其威力不亚于子弹。这些微粒如同太空暗箭，随时可能对设备造成致命伤害。想象一下，一粒小小的灰尘以每秒40公里的速度撞上卫星或宇宙飞船，它所携带的动能足以穿透厚厚的金属外壳，导致通信中断、传感器失灵，甚至危及宇航员的生命安全。这正是为什么每一项远程太空任务在设计初期就必须将微流星体防护列入优先级。除了传统的辐射防护，还要特别设计多层隔热屏障、吸能材料，来抵挡这些肉眼看不见却极具破坏力的粒子攻击。不仅如此，那些在星际中漂浮的带电粒子还会对航天器的通讯系统造成干扰。它们就像宇宙噪音，会在电波中产生静电信号，让远程控制和数据传输变得异常困难。当太阳活动剧烈爆发时，大量等离子体释放到太空中，便会干扰无线电信号的传播路径，
甚至使它发生折射或完全丢失。对于在远离地球运行的深空探测器而言，这种干扰就像断线的风筝，让地面控制中心一时间完全失去联系。因此，未来不论是载人登陆火星，还是向更远星系派出机器人探测器，都必须装备更智能、更具抗干扰能力的通讯与防护系统。这些系统需要能实时调整频率，屏蔽粒子干扰，确保任务不中断，数据不丢失。对天文学家来说，这些星际与星系际的气体与尘埃既像是迷雾，遮挡了我们对宇宙的观察视线，又像是一种宝藏，其中蕴藏着宇宙诞生与演化的历史密码。它们是障碍，也是线索。这些漂浮在宇宙中的物质会吸收来自遥远星系的光线，使它们变得暗淡、模糊，甚至扭曲形状，就像隔着毛玻璃看风景。科学家要想看清背后的真实图像，首先必须搞清楚这层玻璃的厚度、密度与成分。尽管这些星际物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它们本身却携带着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光谱指纹。通过分析这些气体和尘埃对星光的吸收与散射特征，科学家们能够反推出恒星是如何诞生与终结的，星系又是如何聚合、碰撞和演化的。这些指纹就像宇宙留下的成长相册，一页页翻开的是数十亿年的漫长历史。除了追溯历史，这些看似无形的气体对我们建构整个宇宙的骨架模型也至关重要。它们的分布、密度和运动方式帮助科学家模拟出宇宙在宏观尺度上的物质结构图，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出一座城市的街道网络。过去所谓宇宙网还只是科学家们通过方程与假设构建的理论概念，但现在借助望远镜观测到的微弱光谱信号，我们已能逐步在图纸上勾勒出这张宇宙大网的轮廓。从理论走向现实，人类正在真正看见宇宙的脉络。这张逐渐成型的宇宙结构图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宇宙并非随机拼凑，而是由引力、暗物质与普通物质，也就是重子物质，共同协作塑造而成。它们彼此之间的拉扯、聚集与分布，构建出星系的骨架，决定了宇宙的形态与演化方向。而且这只是个开始，未来即将展开的新一代太空任务将进一步深入这些结构的核心，带来更高清、更广域的数据。这些观测将帮助我们解答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暗物质如何运作，或者宇宙是否存在我们尚未理解的力量。 IMAP 也就是星际测绘与加速探测器将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细节画面。它将绘制出太阳风在边界区域是如何与星际物质发生交汇的。这不仅是地图的更新，更是关于太阳如何与银河互动的直接观测。同时，韦伯望远镜和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等先进设备已经能够探测到深藏在星际空间中的微弱气体，这些曾经被忽略的淡影，如今在高灵敏度设备下被一一捕捉，成为解读宇宙环境的关键拼图。这些望远镜和探测器的协同作业将带领我们触及宇宙最稀薄、最边缘的空间结构。在那些几乎被认为是空无的区域中，我们开始看见宇宙如何构建出看似无形但高度组织化的网络边界。透过对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宇宙物质的研究，我们逐渐理解了星星是如何从气体中诞生，星系如何在引力下不断融合与扩展，乃至整个宇宙如何通过循环与调节维持自身的生态平衡。这是一场关于宇宙生命之流的科学探索。事实证明，随着观测手段的提升，我们越是放大镜头深入研究，就越能看清那些隐藏在黑暗背后的细节。宇宙像一本复杂的书，而我们正在逐字逐句地读懂它。我们曾以为宇宙中有一部分是真正的虚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物质、能量或活动的地方。
但随着科学观测的深入，这种想法已经站不住脚。所谓虚空，只是我们理解有现实的假象，实则它充满了动态过程和物理机制。简单来说，太空并不是空无一物的黑洞洞，而是一个结构丰富、成分复杂的空间。那里有粒子在高速运动，有磁场在涌动，还有光与能量在不断穿梭与交汇。在那片看似寂静的宇宙深处，潜藏着庞大的物质储量，源源不断的能量流动，以及宇宙数十亿年的演化痕迹。每一缕尘埃，每一道粒子风，都是历史留下的轨迹。即便是在最远离星光、最难以观测的黑暗区域，那里的微量物质与引力扰动，也依然会影响星系的形成轨迹、光的传播路径，甚至可能与暗能量的演化有关。换句话说，宇宙没有真正的沉默角落。从我们目前掌握的科学数据来看，所谓虚空，其实是一个我们未曾完全认知的活跃而复杂的系统。它不仅不是空，反而像是一块巨大的拼图，只是我们还在不断寻找其中的碎片。所以，当我们在说起虚空这个词时，也许更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潜藏着无限可能的空间，一块等待被探索的宇宙画布。那里有故事，有能量，有未来，只等我们去发现，去书写。